魏无羡被他的动作惊了一下，匆匆挽了袖子，才将山鸡接过，无奈道：“我不是说这个呀，蓝湛，抓山鸡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蓝忘机摇头，他从未抓过山鸡，这是第一次动手。魏无羡恨铁不成钢道：“过程啊，过程。”说罢，目光又随即转为怜悯：“不过你们家的小孩，我是了解的，蓝湛长这么大，苦了你了。”蓝忘机，魏无羡越想越觉得蓝忘机可怜，童年缺少乐趣，你放心，这些日子我一定帮你找回童年。蓝忘机，由于无所不能的韩光君介入，魏无羡此次捉山鸡活动并未如他想象那般持续那么久。两人寻了处宽阔之地，魏无羡穿着蓝忘机的外袍行动不便，小心地将衣角提起，而后自己蹲在地上，宽大的衣袖挽得老高，叠起来搭在肩上。那只被蓝忘机的臂臣一剑放了血的山鸡被他抬着手臂直直地举着，艳丽的毛发被人一把一把地往下薅。魏无羡此举将那身雪白无瑕的蓝家校服护得极好，只是蹲地之姿着实不怎么雅观，配上拔鸡毛的动作，那一身怎么看怎么违和。蓝忘机嘴角机不可见地抽动了那么一下，不知是因为无羡那一系列与他家家规相悖的动作感到无语，还是为那违和的动作感到好笑，良久才出声道：“我来吧。”魏无羡认真盯着眼前的山鸡，腾出那只薅毛的手给蓝忘机示意：“蓝湛，你别动，这点小事交给我。”嘴上说着，其实他为某人内心特别虚，鸡是蓝忘机捉的，火也是人家生的，待过会儿这山鸡处理好了，还得靠蓝忘机的厨艺接济，自己什么都没干，还白得了一件衣裳在旁边看戏，就连杀鸡用的都是臂臣。想想臂臣那银白澄澈的剑身，触物之时宛若珠落玉盘的嗡鸣，四周旋绕的冰雪之息，他便觉得有些可惜，心道果然还是随便杀鸡最好用了。见这人拔毛拔得如此认真专注，蓝忘机也不好打扰，在他对面寻了块干净的石头坐下，待山鸡处理好便准备接手做饭。不久，魏无羡的声音自那边传来，弱弱的，似乎很不好意思：“韩光君呐。”蓝忘机眉峰皱起：“何事？”魏无羡举高手臂遮着脸，再把臂臣借我用用呗，方才将鸡毛拔光，却发现少了某些将这只山鸡开达堂达破达度达的力气，暗暗感叹随便不在身边就是有些麻烦，于是魏公子只得再次向韩光君求助。静默半晌，蓝忘机将臂臣递过去：“拿去。”魏无羡笑嘻嘻地接过，麻利儿地划了一件：“嘿嘿，谢谢哈，韩光君真是大度。”眼看日头渐高，魏无羡洗净了手，终于将那身纯白的校服褪下，还与蓝忘机身上仿若少了千斤重量，他伸了个懒腰，恨不得扑地上打几个滚以缓解方才那不到半个时辰的自以为的雅正带来的不适。蓝忘机将他处理好的山鸡架在火上，拿着魏无羡带来的一小包佐料，手法生疏却一丝不苟地烤着。魏无羡则蹲在旁边添柴，还一边嘱咐道：“蓝湛，辣椒撒一半就够了，也不知你去吃不吃辣，若是吃便把剩下那些也撒上吧。”山鸡架在火上，滋滋地冒着油光，外部已经烤得金黄酥脆，裂口处的肉微焦卷曲，一把调料撒上去，就着火光与娇嫩的肉皮，看得人食指大动。说实话，魏无羡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摩烤山鸡的。想当年自己幼时为江丰眠他们做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顿饭过后，连花雾的厨房便再也容不得他魏某人了。只要把做饭与魏无羡三字联系在一起，便莫名觉得惊悚。因此往后上山下河摸鱼打山鸡，他从来都是负责捉的那个，剩下的工作不得插手半分，坐等师弟们烤好送来。几个小孩子唯恐一个不留神便让大师兄撒一盆辣椒面过去。思及往日的师弟，魏无羡又是一阵恍惚，他甩甩头，看着蓝忘机，不知为何，就是想说话，调达细小鼓板什么的，应当比自己在这里暗自感伤有一丝多了。蓝湛。蓝忘机答：“何事？”魏无羡道：“你看我们这样像不像一起过日子的两口子？”蓝忘机的手一顿，面色巨变，险些将快要烤好的山鸡扔魏无羡脸上：“不要胡说！”话头一开，魏无羡心头的阴影不知为何一扫而空。他道：“这怎能算是胡说？如今你我二人若是分房睡，不是你死就是我啊，只能是我亡。
照这样看来，同房不共达床，许是还得砸上一砸。若是此事不能解决，蓝忘机从方才他讲话开始便不再正常，耳朵发红，面色阴晴不定。魏无羡正欣赏得起劲儿，不由有些迷惑，情打哪儿来？见蓝忘机不语，魏无羡再道：你看，若是往后我们夜夜同达床达共达枕，可不就是像对夫妻？我妻你夫。蓝忘机，不对。魏无羡正洋洋自得，再回忆起那句话，感觉自己好像出了些差错，是你夫我妻，蓝忘机，等等等等。魏无羡再度挠头，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半晌过后，敲定主意，对了，是我夫你。蓝忘机默默把烤好的山鸡递过去，吃。